你回去问问管虎，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没找过我拍戏啊？这不是因为搅和吗？那个他不是啊，找你去都是为了票房，因为他对票房没太有那个太大的企图，他主要是对口碑有企图，他怕你来了以后。黄渤出了名会说话，在圈里混得特别吃得开，可谁能想到碰上了郭德纲这位说相声的行家，他接茬也一点没落下风。两人一碰面，那场面热闹极了。您说他们是在做采访呢，还是干脆就演了段相声小品？咱这就一块瞧瞧去。这个戏的导演是管虎，知名导演，大家都熟悉，出了很多作品。当年郭德纲领着徒弟岳云鹏一块去采访电影《杀生》的主演黄渤和梁静，聊着聊着就说起黄渤跟梁静她老公，也就是导演管虎搭档拍戏的事儿。梁静一听这话茬，张嘴就接上了。他们俩已经应该算是第8次合作了。据说是第6次。你为什么这么爱提数字呢？是6次吧？好吧。对，人家算上喝酒不止8次了。黄渤那情商真不是盖的。梁静一不留神，把黄渤跟管虎合作过几回给说差了，当场就被郭德纲揪了出来。眼看场面有点小尴尬，黄渤立马圆场。要是连喝酒都算上，那可不止8回了。轻描淡写一句，既给梁静解了围，又带着股幽默劲儿。可郭德纲哪是轻易罢休的主，转头就抛了个更狠的，直接问起片酬来。是这样，人跟人之间是有交情的。你要说来一个陌生导演聊一聊，不管是从公事上、费用上、酬金上方方面面都好意思说，但跟熟人可能就不好意思了。对，据传说跟管虎到最后你都自降片酬。自降啊，自己是本来说这个戏拍完了给5块钱吧，然后自个儿说了2块钱就干了。坊间一直有传闻说黄渤拍戏时自己主动降过片酬，郭德纲可真不含糊，张嘴就把这话题拎到了台面上，问的那叫一个直接。黄渤明显愣了一下，估计没寻思郭德纲这么不藏着掖着，可也就晃神那么1-2秒，他立马换上笑脸，拿玩笑话接住了这个烫手山芋。那没有，这谁这么窝囊人呢？有这么回事没有？没有，我们这拍这戏有原因。你们看我们这戏名起的嘛，叫杀熟。啊，不是杀熟，太能杀熟。时间长了吧，这一熟吧，就没法聊这事儿。哦，他也就装傻了。不装傻。哦，瞪着眼告诉我不给。没有。黄渤虽然嘴上把片酬的事儿给撇清了，可他那张巧嘴哪肯吃亏，转头就拿导演开涮，玩了个谐音梗，明面上听着像夸，暗戳戳全是调侃。郭德纲那反应叫一个快，顺着黄渤的话头就添油加醋，俩人一唱一和，跟说相声似的。黄渤这边呢，表面上装的一本正经在澄清，实际上句句都藏着软刀子，拐着弯的挤兑导演。经常过来跟你说，你说咱这戏怎么办？还想拍这镜头，你后边还得弄那景，就这点钱，你说怎么拍？你说就给投这点钱怎么拍？北京话这叫念山音。对，经常黄渤，你说这场戏重不重要？然后你就跟太重要钱去了吧？黄渤，你拿点钱来拍吧。我的天哪，这是个实诚人哈。明眼人都听得出来，这就是句玩笑话。只有交情铁到一定份上，才敢这么在背后拿对方开涮。黄渤不光嘴皮子溜，还当场即兴演了起来，模仿的那叫一个活灵活现，逗得全场直乐。郭德纲见气氛正好，顺势就把话头一转，既然黄渤都自个儿掏钱拍戏了，那我也得凑个热闹，邀请您来跟我一块儿拍一部吧。这有一天我要找你拍戏，你看你要多少钱啊？对，我绝对不要钱，因为没时间嘛。郭德纲这话刚落地，黄渤想都没想就接了茬：“您找我拍戏，那还能要钱吗？关键是我没档期啊！”表面上看是给足了面子，提钱太见外，可后半句才是真章，不是钱的事儿，是我压根儿没空。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了，您请不动我。这一句话怼得郭德纲都愣在那儿，半天没接上茬。那你能交多少钱？你们这行人怎么都这样的啊？说实话，其实现在是电影的整个的市场环境好了很多。我是真知道，像关虎属于是第6代导演，他们真的一开始经历了那个真的是过去叫扎钱拍戏，哎呦扎着钱了，赶快拍一戏，没错，然后卖再说，然后再一切后边都不管，先把戏拍完了。现在还算不错了，已经有这么大的这个空间。现在的市场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对啊，挺好的。玩笑开完了，黄渤可没忘正事儿。怎么着也得替好兄弟管虎扳回一城。他话锋一转，轻描淡写的提起管虎拍戏也挺不容易的，既体面又给朋友撑了场子。郭德纲顺着话头感慨了句：“市场行情还不错。”可谁也没料到，就在这时，一旁的梁静突然杀出来插了一嘴：“当然有你搅和一下。”不知道你少来这套，我从来没搅和过你们这市场。你没有吗？我们这个市场我都搅和得够呛的了啊！但是你回去问问管虎，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没找过我拍戏啊？郭德纲自己这些年也没少拍电影，梁静逮住这个话头就拿他开涮。可老郭是谁啊？脸皮厚，反应快，顺着梁静的话茬就反将一军。
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质问：“那你们拍戏怎么不找我呢？”一下子把球又踢了回去。这不是因为搅和吗？那个他不是啊，找你去都是为了票房，因为他对票房没太有那个太大的企图，他主要是对口碑有企图，他怕你来了以后。郭德纲那脑袋转得比谁都快，梁静这话一出口，他肚子里那点坏水就开始冒泡了，正琢磨着怎么给梁静下套呢。黄渤眼尖，赶紧跳出来救场。他先捧了郭德纲一把，说人家是票房的定海神针，转头又夸管虎，说他对电影口碑有追求。乍一听全是好话，可细品就全变味儿了。翻译过来就是郭老师您能卖票，但扛不起口碑。这套明着夸暗着贬的功夫真是炉火纯青，连郭德纲这个靠嘴吃饭的相声大家都愣是被噎得半天没蹦出一个字来。你忽略了他以前当过主持人这一哎，没有，你还做过主持人呢？当没有，然没有。我没想到，你也是一个劣迹斑斑的人啊！那个结个婚呀，还真主持过几回。错不了，好演员的经历都丰富。梁静一看郭德纲被噎得有点卡壳，赶紧出来打圆场，笑着提起黄渤以前干过主持人，言下之意就是他嘴皮子本来就溜，您别跟他一般见识。郭德纲多会就坡下驴的人啊，立马顺着台阶就下来了，哈哈一笑把话题岔开，这事儿就算翻篇了。据说你老公可没少夸他，说这个人在表演上用功的都近乎于变态啊，是真的。他主动要求这一条来个180遍。他就这么恨关虎，这胶片它是有费用在里边的。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拍戏的过程，梁静在一旁爆料说黄渤有一条戏足足拍了180遍。这话一出就能看出来，演员较真儿，导演更较真儿。郭德纲听完职业病就犯了，立马把话题扯到了胶片上，拍180遍，那得烧掉多少胶卷，花掉多少钱啊！可黄渤这边早就备好了词儿，等着接招呢。胶片，你就别提这事儿啊！一提这事儿，我跟你说，后来我才明白，以前单纯啊，拍戏最早过来说，咱用胶片还是用数字高清的什么东西？我说现在数字高清技术已经这么好了，咱也没必要非拘泥于胶片。就是，但是导演对胶片是有感情的。后来说那咱用。后来跟我说用数字不错，后期我们怎么调怎么调。我说行，我说这还用跟我说服教育吗？这用呗。后来才知道啊，这就是说拍100多遍跟200多遍一样，这就是啊，你知道储存卡大小的问题，对，这根本不用费钱。黄渤当场就模仿起了当时拍戏的情形，活灵活现的解释为啥用了数字高清技术。后来他才回过味儿来，感情数字拍摄根本不烧钱，合着是被管虎给忽悠了。再说起那100多遍的拍摄经历，黄渤话锋一转，认认真真的夸起了管虎，那股较真劲儿，全是对老搭档的佩服。所以说不容易，你别说人那个管虎一下让我拍100多遍，你就想想坐那儿大冷天的啊，虽然下边有俩炉子在烤着，我们有没有那是演员应该的，对不对？人坐那儿啊，然后你想吧，就说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你给我说个180遍，你说我听听。累死你！你想想，再来一遍啊，不行，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表面上听着是夸管虎认真体谅演员，可仔细一咂摸，句句都是吐槽。导演动动嘴说180遍辛苦了，演员可是实打实演了180遍啊。黄渤愣是靠一张嘴把采访现场变成了单口小品，他这边越说越起劲，可旁边的梁静脸色却有点挂不住了，毕竟吐槽的是她老公，换谁心里能痛快？说来说去不就是为了你好吗？我就说你要没有这180遍，能拿金马奖吗？梁静可不是一般的家属，她既是管虎的妻子，又是这部电影的主演，同时还兼着制片人的活，台前幕后都有一号。黄渤在那儿可劲儿吐槽，说得天花乱坠，可梁静哪能坐得住？调侃别人行，说到自己老公头上，那必须得站出来护着啊！别吵，事儿都好商量是吧？日子这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好离好散。但同这么些人闹就没意思了，好吗？你瞧我了啊，你瞧我了，这就好说了，是不是？郭德纲迅速打圆场，原本正常的电影采访被黄渤巧妙地变成了对导演的现场吐槽。即使是口才出众的郭德纲，也难以应对黄渤的高情商反击。这表明仅有口才并不足以立足，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内在修养。黄渤显然善于体察他人感受，不仅给予细致入微的关怀，还能在面对冒犯时巧妙化解尴尬。